回来了。你别生气好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临时有台紧急手术，你给我打电话我没有听见呢啊！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你给我留的纸条我看见了，以后我注意，我再忙我也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我的气，可不可以？老婆，手术之前我一定先通知你一声，好不好？你先不要生气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原谅我了是吗，老婆？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知道吗？我好担心你。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吃饭啊！过了这几天，你爱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不管你。妈，你就不明白吗？我现在辛苦的工作呢，就是为了将来不用加班。我现在啊，就缺一个机会。我一旦成功了，我就天天有时间陪蕾蕾。天天陪我。你看，这医生一旦功成名就了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巡回出诊办讲座呀，而且不用加班。以后啊，你想去哪儿，我带着你。行了，你到那时候你都老了，你更没这心气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在乎咱们家谁出名，我就想咱们能够踏踏实实、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我们能够早点抱个大孙子。儿子，加油啊！知道了，晚上我早点回来。走了。早点回来吃饭，我们等着你啊。怎么？又吵架了？没有啊。瞅你那面包弄的，还能吃吗？体温正常吗？正常。好，钱医生，醒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手术很成功，宝宝也很健康，你放心吧，好好休息。对不起啊，那天是我不好，我骗了你，我确实吃了催产素，对不起啊。你有水平，好好休息。董医生，董医生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？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是唐丽。我老公的病就是你治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宝宝了。哦，是吗？真的特别感谢你。你是来做产检吗？对，顺便跳操。我这个怀的是双胞胎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董医生，全亏了您了。对了，正好遇到你，我想问一问，
因为双胞胎嘛，嗯所以如果到时候我做剖腹产的话，能不能请您做主刀医生啊？行，没问题。如果那天我没有事情安排的话，如果有意外，我们科室里每一个医生他们技术经验都非常丰富的。我知道，都说医者父母心嘛。但是因为我老公是您治好的，所以我跟我老公都特别相信您，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可以体会我们患者的心情。谢谢你的夸奖，到时候看时间安排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这段期间呢，好不容易有的是双胞胎啊，一定要注意营养，适当补钙。好的，谢谢董医生，你真是特别特别的细心。我觉得你太太肯定很幸福的。哎，对了，董医生，您孩子多大了？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董医生，我的意思早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样吧，你不是要挂号吗？我来帮你预约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来帮你啊。好的。这样，我还要上班。不好意思打扰，谢谢董医生。医生，我宝宝好不好？你的双胞胎发育的还可以，有一个稍微偏大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这在双胞胎当中都很常见的。你回家呢，多补充一些营养，然后多吃一点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还不能确认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办公室，等一下我详细给你解释啊。好了，可以起来了，擦一下。先回办公室等我吧。哎。喂，老师，我是钱小小。我这里有一个病例，请你过来亲自看一下好吗？比较特殊，我怀疑是 TTTS。唐丽，36岁，AB 型血，结婚12年。她的老公去年在我们医院接受过少精症的治疗。唐丽现在怀孕12周，头胎同卵双胞。目前呢，B 超发现胎儿的血管因为胎盘相连，一个胎儿在给另外一个胎儿不断的输血，造成输血的胎儿逐渐贫血，体重减轻，而另外一个胎儿呢，因为接受大量的血液，将导致心脏肥大、心力衰竭。现在确定唐丽和胎儿的血型的问题，一旦胎儿终止成长成为死胎，唐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溶血现象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在体外终止胎儿的成长，及时取出死胎，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难度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在1周之内不能完成手术，溶血的发生概率将会从3%升到72%。一旦发生，临床数据中没有一个患者能够走下手术台。双胞胎输血综合征啊，属于非常罕见的病例。全国手术治疗 TTTS 的这个成功率啊几乎没有，全球治愈率呢也是属于很罕见。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啊，不是来讨论如何治疗而是需要确定谁来治疗。主任，在咱们科室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您了，这个手术应该您来主导。主任，我想试试。好，
注意和他的家人沟通，同时要拿出和他对他进行心理疏导的综合方案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患者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要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。这不是一般的溶血产妇，我会全程参与手术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分析啊。我不同意。主任也是为了你着想，这样做至少能保住你的性命。什么叫为我着想？你们知道我盼了多少年才盼到这2个孩子？现在国家生儿胎有那么多政策，老天爷对我好，现在一下子就给我2个孩子，你们让我怎么舍？我死都不舍得的，我不要！我求求你们，如果你们真的为我着想，你们帮帮我，你们帮我保住这2个孩子，好不好？董医生，在这个地方你说话我最信得过。你告诉我，我这个什么综合症，是不是真的不能治好？唐丽，你别这样，你呀，还是先和家里人商量商量。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是能感觉到妈妈的情绪的，所以你别太激动了。医生们也会好好商量商量，调整一下你的治疗方案的。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难题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这种病例，全世界治愈的案例的不超过10例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，你们真的帮帮我！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的，他们说你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。我真的求求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帮我保住我的孩子！我求求你！哎呦，谢谢你丫头啊！你看看我儿媳妇，好好的，你看跑到医院来做操做体检，怎么被留下了呢？真是。您先别太着急了，有什么情况医生会想办法的。请问唐丽住在哪里？在3号病房。谢谢谢谢。拜拜，小可爱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送一套老人去病房，回来怎么挨骂了？唐丽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咱们俩认识那天，她婆婆阻止她做保健操的那个孕妇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做操出事了？你爸他们要拿掉他的孩子，已经住院了。拿掉？孩子有问题吧？你去看看行不行啊？唐丽她真的太可怜了。不是，你去跟你爸说说，看看他们能不能不这么残忍。别，千万别在我面前哭，我这人就看不得女孩哭。擦干眼泪，跟我走，啊！没事儿，啊，有我在呢。哎呀，
怎么了？这是哭哭啼啼的啊？别这样啊！岳父哭哭啼啼对他人可不好。来，说说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 TTTS， 还有溶血症，他们说我的血和宝宝都会有问题。比这概率更低的病症。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左医生？我记得你的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是不是真的只能打掉我的宝宝？你这个病吧，到任何医院都是这个方案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的命会这么惨。不都说了吗？天无绝人之路。我觉得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。左医生，你再帮我想想，你帮我想想，一定有别的办法的。你先别激动，这个吧，真没有。左右，你就告诉唐丽，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希望，你也告诉她实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咱们帮不了。如果你不把他拉上手术台的话，他下边的肌肉拉着，你帮他能害的。那这不就是说还有希望吗？左医生，他们现在要我自己杀死自己的孩子，他们要2个一起杀，我怎么能做这么残忍的事情？你别说2个孩子了，你就是让我杀1个，你让我选，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怎么选啊？我选了谁，我都没有办法跟另一个交代。你让我后半辈子怎么面对那个活下来的宝宝？我们知道我们是双胞胎之后，我们家买的东西全是2份儿的，小衣服、小鞋子。你让我怎么办呀？现在，左医生，你们想办法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孩子！这个手术非常重要，董医生是主刀医生，潘护长呢负责和他家人的心理沟通，钱医生和马月担任助理医生。你们先别激动，听我说好吗，阿姨？首先你要知道一点，胎儿分离术要比体外胚胎摘除术风险更大，这是第一。是 TTTS 上国际上是有成功分离的案例，但是你还有血液病呢。是 TTTS 先不说，初期的检查发现血型问题的话，常规。血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呀，这个问题难道不可以分解成2个手术去做吗？左右，左医生，你要是有办法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这可是我们家的香火呀。左右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这个忙。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优秀的医生，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。哎呀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阿姨、唐丽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这台手术成功几率只有20%，你有80%的几率下不了手术台，你是会。这手术台不是赌注，你要明白。左医生，你刚刚是不是说成功的几率有2%？就算成功的几率只有1%，我也是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现在是在想办法救他们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想杀我的，我自己可以做决定的。不是你能做决定，是有没有人能做的问题。你能做？
我求求你了！哎，左医生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全家，阿姨，你干嘛呀？阿姨，快起来！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我的孩子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不起来。左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要救救我的孩子。这得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我呢，我先试试看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左医生。没事。等等，作为一名被流放的产科医生，我想问诸位一个问题：患者是否应该充分拥有知情权？在他们面临情况的时候，是否应该保留一点希望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？在尚未确诊的情况之下，医生不能直接给患者提供方案。你想说什么？2004年，英国牛津的玛利亚怀上了一对连体婴儿，第12周 B 超检查出 TTTS。夏洛克皇家医院著名产科医师尼古拉斯·费斯克成功使用激光分离术使胎儿分离，胎儿至今非常健康。我想说的是 ，Rh 阴性血的母亲第一胎产下 Rh 阳性血的婴儿，并不会造成生命的危险。虽然第二胎会存在溶血和产妇大出血的危险，但是同卵的双胞胎会降低此风险，而且婴儿的存活率会大大提升。说正题。唐丽的案例可以不用终止婴儿生长，一胎手术完全可以分成2胎手术去做。如果可以使胎儿分离的话，那么血型的风险可以在医生的长期监控下完全解决。你跟患者说了？当然，我们做医生的不就是应该给患者希望吗？在患者最绝望的时候，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可是你这个希望成功率太低了，在手术过程当中，胎儿随时有可能出现大脑性麻痹后遗症，甚至是死亡，风险系数太高了。你们现在要做的不也是终止胎儿生长吗？而且产妇唐丽也会面临生命的危险。你以为只有你知道？我们早已经讨论过了。再说，你有什么权利给患者以无谓的希望？因为我仍是一名医生。医患关系怎么解决？手术的风险谁来承担？我。你现在不是妇产科的医生，我是患者指定的医生。患者没有这个权利。激光分离是唯一的方法，但2个都保不住的话，需要进行2次手术取出死亡胚胎，会再次危险孕妇的生命。医疗方案需要比较，比较就是计算，结果就是选择。医生需要理智。一般情况下来说，2个胎儿放弃一个保全另一个是最稳妥的。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唐丽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2个孩子的生命，一个母亲的心情，你们懂吗？胡闹！万一她下不了手术台，承担风险是次要的，孩子怎么生长啊？孩子没有了可以再生，母亲没有了谁来生啊？保1个，保2个，保3个，不是数学，是生命。我们不能拿患者的生命来赌博。好了，已经够麻烦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手术失败，你的好心没人去领。这不是赌博。如果手术成功的话，这是国内首例案例的奇迹，一家3口得以保全，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好了，我们不要听他的，按原定计划进行。左右，这是内部会议，请你出去。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董医生也不愿意试一下吗？他一个样。董医生都不行的话，
不然就算了。算了，凭什么算了？我跟他比起来，无非少了2年临床经验而已。其实大家都没错，但是你这样激进的话会出事儿。如果你是唐丽，你是想要生命还是想要幸福？没有幸福的生命，活着还有意义吗？爸，我求上帝，你为什么不支持我？支持你去跳悬崖吗？医学史上只要有过1次成功的案例，就可以复制。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，复制不是照本宣科。只要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，完全可以解决的。你说说你怎么准备的？这样重大的手术，国际医疗协会一定会有相关的论文、手术视频、录音资料，患者的档案和术前的分析都会记录在案。国际的医疗规则比我们更加的细腻，只要找到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和研究的话，风险是可以避免的。现在的时间还不到1周，而且要越快越好。要做准备特殊的血液做术前准备，最佳的手术时间在2天之后。你觉得可以吗？可能，来得及。爸，我求你了。这么高风险的手术，谁来主导？你。我拒绝。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证明给所有人看。我们家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啊？想要孩子的时候吧，要不上。等你把病治好了，好不容易有宝宝了，我还觉得老天爷对我们挺好的，给了我们2个。怎么现在要这样啊？老公，我想好了，我一定要把这2个宝宝生下来。我自己怎么样没关系，我不怕死，真的，我一定要把他们2个生下来。老婆，别说傻话啊！孩子没了，我们还能再要。我就要这2个。你要是真要俩孩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拼命挣钱，我给孩子准备罚款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医生说了，你不拿掉孩子，你自己都有危险的。是啊，我不怕，我就要这2个宝宝。医生，董医生，正好你们一家人都在，我问个问题啊，如果能够争取保住你和2个孩子，你要我做你的主刀医生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不愿意。董医生，哎，不是已经决定了是保守手术的吗？我真的愿意。这样，你们先商量一下。目前我们先按保守方案来准备，但是随时有可能改变。董医生，只要能够保住我2个孩子，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。妈，我们听医生的。好，我们听医生的啊，听医生的。董医生，只要保住大人，孩子还可以再要的。不行，董医生，你听我的，我一定要保孩子，只要保住孩子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怕的，真的。唐丽。
方案写得很好，也很有挑战性。可是你不是已经去新生儿科了吗？院长，这事儿事关咱们医院在全球医疗界的荣誉，您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。机会和风险并存，谁去冒这个险却是个问题。他们不敢做，我敢。年轻人有胆识、有魄力是好事儿。那您是同意了 ？No。这台手术我们一定要慎重，有10000条理由，不用我一一列举了吧？院长，您平时做事一向开明，为什么这次你非要……不要争了，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。就这么定了。太伤人了。康丽，妈给你炖汤，哟，喝吧。哎，谢谢妈，来来。哎，左医生来了。哎呀，左医生，左医生，左医生，现在有没有转机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昨天董医生还过来问我愿不愿意让他帮我动手术。对啊，谁？董医生。董医生啊。这怎么回事？没问题，一切正常的，放心吧。谢谢董医生。客气。哎，唐丽手术的方案是我又打印了一份，你看一下。又做了一半。废话，敢不敢？你想让我做微创手术？为了唐丽，敢不敢冒一次险？你为什么不做呀？我爸跟院长不同意，因为如果换你就不一样了，我就要你一句话。那你让我把它看完，我再答复你，好不好？多久啊？你让我把它看完嘛。马上给我答复。有件事我得跟你说。马上给我答复。
小小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哎，帮左右给唐丽做个全面检查，累死了。哎呦，辛苦了。不过看你平常挺嫌弃他的，怎么今天倒肯帮他了？该不会是你对他……什么？他追的可是你。再说了，他是我同事，又是主任的儿子，我就算跟他有吵架，那也无非就是一些小误会，我可不想对谁结仇。不过说实话，今天的左右跟你平常所说的，还有我所观察到的，都大不一样，确实挺有男人魅力的。还好意思说呢？要不是因为你点火，他能那样？不过，即便手术按原计划进行，他也没有浪费时间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执着的男人确实是有魅力的吧？动心啦？怎么会？品评一下而已。你还是劝他放弃吧，谁劝也没有用。为什么要放弃呢？如果手术成功，对唐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。再说了，万一董医生也一起做了这个手术，那成功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姐夫可不会冒这个险。看来啊，你还是不够了解。等会儿，你这话里有玄机呀？什么状况啊？我是董医生的粉丝，不行吗？你说的可是我姐夫已婚男人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当他粉丝不行吗？这个给你的，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。是吗？这么好，喜欢吗？不错，就是颜色不是我的颜色。还有这个是什么呀？也是我的。你帮我交给董医生。你这可不是崇拜粉丝干的事儿啊！都是同事嘛，礼尚往来一下。什么礼尚往来？你是不是想回产科了？我回产科还用送礼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第一呢，我姐夫说了不算；第二，你应该对左右好一点儿。要是成为主任的儿媳妇儿，以后不都什么好解决了吗？我可不敢抢你的意中人。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给我回来，回来！哟，真是准备大干一场啊！方案都写好了。这都，给你。干嘛？向着对我的道歉啊？这是方圆同志给你的礼物，他不好意思说，我就转达了。秦阳阳，你干什么呀？别信啊！想送我礼物就自己送，你还让钱小小送什么呀？来，我给你戴看看。不是你，哎，不是你，别狡辩了，别狡辩了。秦阳晓啊，